今天在旁新開烤的居酒屋吃到飽，能讓你在舒適的空間享用各種來自日本的風味，特色飲料及酒水也是盡情暢飲。這讓我吃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刀，我們現在來到台北這裡了啦。那我們現在所在位置是在慶城街1號。你各位啊，我們今天會在這邊呢。我們首先感謝觀眾向我們分享資訊啊。如果有什麼想要分享資訊啊，歡迎留言或者私訊告訴我啦。在慶城街1號裡面啊，有我們曾經介紹過的餐廳，它就是來自日本的鳥貴族啦。在臨近捷運站還有兄弟大飯店旁邊的這間鳥貴族啊，它現在也有吃到飽了啦。我還記得我們上次在高島屋那邊吃到印象啊，整體來說好像還蠻不錯的啊。可是我是還蠻好奇啊。在這種大台北繁華地段的鳥貴族啊，它這邊表現會是如何啦？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們去體驗看看吧。Go！ OK 啦，各位，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。他說剛走進來的時候啊，它這邊環境呢，它就跟我們過往在高島屋那邊吃到的感覺是如出一轍。可是不一樣的地方是啊，你還記得我們上次在高島屋，我們是一個人可以用餐的嗎？可是啊，他們可能是總公司有改規定的嘛，他們現在最低用餐人數就是2個人，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有跟他們溝通說，我們協商付2個人的費用，然後吃給各位看啊。那我們點餐點起來吧。那各位，你們有看到它的畫面嗎？它這邊呢，從酒啊到特色料理，還有貴族燒啊，全部都有啦。可是上次我覺得它蠻不錯的地方是啊，是它這個一些貴族燒嘛，它都還有加一些青蔥油的沒的，所以我們先從那邊點起來吧。醬燒的、焦香的，那另外一個風味就點個雞胸的。然後我們繼續點餐，因為它這邊是沒有CD時間的啦，沒有冷卻時間，我們就是想要吃什麼喝什麼，就盡量點下去。三旗梅酒。還有蜜柑酒。至於它這個快速菜單部分呢，我會覺得說我們今天有餘裕的話，我們這裡來點一些它的東西好了。麻辣牛肚，我們點一個試試看。上次好像沒吃到。特色料理，骰子牛、鐵板雞肉燒，這些是不是我們上次沒有吃過的啊？還有它這串燒部分呢，它的項目啊，比起上次來說好像豐富了不少。我記得它上次牛肉啊，它只有這個而已。然後現在還有多其他選項，還有我們看一下它燒鳥串的部分呢、啊，感覺這些項目就跟上次比較接近的，應該是沒有改過吧？雞肝串、雞胗、雞心，還有我們也點個炸雞串頭，這會不會跟唐揚雞一樣啊？七里香、鹽烤芥末雞里脊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們先點完第一回的料理啊，可是我們第一回啊就點了15樣了。所以，我們再回頭看我們今天這個價格的話，謝謝各位啊！我們剛點料理已經陸續上桌啦，那我們開動吧。那我們先從骰子牛吃起來吧。我們剛吃到這一塊啊，我就覺得說它10分有精感啊。不過我們再吃吃看其他，看它表現是如何吧。如果口感不講的話，它的口味啊是帶點微甜的風味，我是蠻喜歡這個風味的、啊。可是它這個口感可能就見仁見智了。那我們先從貴族燒系列的鹽烤雞胸串吃起來吧。雖然說這雞胸串它只有淡淡的鹽味去調味而已啊，可是它這雞胸啊，它吃起來是稍微健康，但是又帶着軟嫩的口感啊。這是好吃的口感。要不然我現在有在吃減脂餐啊，我們吃的雞胸肉啊，跟這個口感比起來，真的是有很大的懸殊啊。這好吃很多。我們來吃串焦香的。它这焦香应该指的是胡椒啦。它虽然吃起來香归香啊，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再多加一點點胡椒的話，
它這個味道應該會更棒哦。而且這是雞腿串，很軟嫩。接下來來吃醬燒的雞腿貴族燒。軟嫩雞腿肉沾上就是燒烤醬啊，我就說它雖然好吃歸好吃啊，可是吃多了啊，口味感覺會有點重啊。來各位，我們吃到這邊呢，我們趕快用這個美酒敬各位吧。我們來吃吃看鐵板雞肉燒。它的底下的高麗菜啊，我覺得說吃起來有那麼一點的生哎，該不會這高麗菜只是拿來鋪底了吧？可是它這雞肉風味啊，我會覺得說它感覺好像有那麼一點的生。這時候配這高麗菜剛剛好。接下來試試看麻辣牛肚。各位啊，你有看到嗎？你看它的牛肚啊，是我們很常見的黑牛肚，對吧？它這種蓬鬆的牛肚啊，它的空隙很多啊，所以它把它的醬汁咬得非常緊啊。我一咬下去，那個醬汁啊，整個炸開來耶，我覺得嘴巴好麻哦。它是好吃的，雖然麻了一點啊。那我們吃到這麼麻的牛肚啊，我們趕快再用杯美酒敬各位啊！那我們的酒水喝完了啊，我們繼續跟它加點其他酒水來喝吧。我想要喝喝看它這個芝多威士忌。我就說我們今天吃到這些料理啊，真的要搭配一些飲料或酒水啊，可以讓它更好吃。接下來吃雞心，虽然它這吃起來很香、很軟嫩，口味是剛好的，但是說你看到這樣紅紅的啊，你敢吃嗎？也歡迎留言的想法跟各位分享啦。這看起來應該是雞胗串吧。它這雞胗口感吃起來是十分的脆哦，而且用直火去烤出來的雞胗，他們加上薄鹽去調味啊，它這整體來說是好吃的。那吃到這邊呢，我們就用這一杯芝多威士忌敬各位啦，我們就一口下掉它吧。這應該是雞肝串吧？它這雞肝口感啊，十分的軟爛哦。可是這種肝臟類的食材啊，它本身就帶着自己很重的味道啊。它甚至說是10分甚至9分的重哦。如果你可能會介意那種味道的話，你今天來吃啊，要點它要先想一下了。我是覺得蠻香的啦。接下來是炸雞串，我不懂為什麼我要跟他點這個用炸的雞串呢？我以為它只是一般炸雞而已啊，可它上面竟然是還有尬了薯條哎，它這簡直是油到爆炸啊！十分最熱哦。那這個應該是牛橫膈膜吧？它這串吃起來口感啊，就是有軟嫩中又帶着筋感。可是它這調味啊是用黑胡椒醬哦，它就很像我們在大賣場可以買得到那種黑胡椒牛排醬的味道吧。
一定是超好吃的啦！哦，真香啊！那我們先吃鹽烤豬肉串吧。它這串肉啊，它是把3層肉切薄之後串在一起的啊。但是說它們調味啊，只有薄薄的鹽而已哦。我們這時候可以用薄鹽去襯托出它的這個豬油香味，這很香耶。來各位啊，我們到這邊呢，我們第一回合點的料理都快吃完了啊，我們趁現在趕快點下一回合要吃的料理吧。明太子雞胸串、雞軟骨、赤小腿、起司雞肉丸、鹽烤七里香，還有沒有點個雞頸肉、鹽烤雞皮、鹽烤雞翅、起司醬燒麻糬、卡西斯蘇打好了。我們點個昆布白蔥來配串燒，那我們就點這些。酥炸牡蠣，那我們第二回合這樣點一點，應該差不多了啦。接下來吃牛肉串。它这牛肉串調味啊，也是跟剛剛的黑胡椒醬是一樣的哦。但這牛肉也許是被我放冷的吧，所以它吃起來是有那麼一點的口感哦。我就說它這牛肉跟黑胡椒醬的搭配啊，感覺有那麼一點突兀啊。接下來這份是芥末雞里脊啊，但是我們先吃看它原味的吧。我覺得這里脊反而比起剛剛吃到雞胸肉來說，它健康的非常的多。我就說我們沾了一點瓦薩比啊，它感覺沒什麼味道啊，所以我們就整坨把它放上來啊。安尼就對啊，刷是尾水，清香帶着肥厚脂肪，我們在咀嚼的時候，它脂肪從嘴巴化成一點進完嘴巴，這感覺好油哦。那吃到這麼油的七里香啊，我們就用這個美好金黃色敬各位的啊。那各位啊，我們到這邊呢，我們先給它加點我們等一下要吃的點心吧。巧克力百匯、原味蕨餅冰淇淋、紅豆煉乳麻糬、蕨餅冰淇淋。我們再點一個章魚小丸子。我們這樣子點一點呢，我們最後加點時間也剛好結束了啦。今天這樣子應該就差不多了。我們先從廣島牡蠣吃起來吧。我剛咬下去那口啊，我感受到它噴出來自大海的鮮味。可是我蠻好奇耶，如果你今天是來這邊吃它單點的話，它這樣一份2顆100元呢、啊？如果是你的話，你會想要點嗎？算是很鮮吶、啊。接下來吃這個鹽烤的雞肉串。我们刚刚點一碗昆布白蔥啊，就沒想到它整碗都是蔥哎，它是要這樣子讓我們配的嗎？我就覺得說它這十分奇妙，它整一碗裡面都是白蔥啊，然後還有加一些昆布鹽，還有柴魚片啊。我們平常在居酒屋可以點到這樣的東西嗎？它這樣也可以是一道料理哦。各位啊，我們吃到這邊呢，我們剛剛點的點心呢，全都上桌了啦。那我們趁這冰淇淋融化之前呢，我們趕快把它吃一吃吧。我們來吃原味蕨餅冰淇淋。它這原味蕨餅冰淇淋啊，是常見的香草冰淇淋啊，可整體來說是十分的清爽哎。接下來吃抹茶冰淇淋。
那我們雞軟骨吃起來。它的雞軟骨吃起來十分脆口，而且他們調味啊，就撒上淡淡的薄鹽而已啊。接下來我們來吃雞脖子。而且它今天這個雞脖子啊，它都是不帶骨的，這是蠻不錯的哦。醬燒腿仁串，我會覺得說，你今天想要吃軟嫩雞肉的話，你就點它腿仁相關的就好了。但是它今天醬燒啊，全部都是同一個風味啊，所以我們吃久了，我們對這個味道啊，可能會有那麼一點疲乏的哦。明太子雞肉串。我会覺得說，這罪惡明太子醬啊，它去滋潤了這個健康的雞胸肉啊，哦，好罪惡的感覺哦。五穀赤小腿，虽然這腿肉吃起來軟嫩歸軟嫩啊，可是我覺得說他們今天醬燒味道口味都有那麼一點重啊。那這時候我們點的這碗白蔥啊，就派上用場了啊！哇，換口味真的是挺重的哦。接下來吃鹽烤雞皮，你看到這畫面呢，你覺得吃起來感覺是如何呢？他們把這個雞皮啊烤到十分的焦脆哦，哦，這吃起來很香哎。我可以用脆脆呢。还有，我們今天來吃居酒屋吃到飽啊，一定要吃一份起司雞肉丸的吧。它的雞肉丸啊，應該是用雞腳肉，然後再加上一些馬鈴薯泥去做出來的。可是說它本身口味已經夠鹹了，然後這時候我們再加上起司片啊，我就說它這個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重的口味哦。哇！各位啊！它的雞肉丸吃到這個好鹹哦！我記得上次我們在大葉那邊吃沒有那麼鹹啊。這顆就沒有到那麼重鹹呢，但還是很鹹啊。剛剛那顆是怎麼回事啊？這應該就不會那麼鹹了哈。它這次是用原味的麻糬，然後加上烤肉醬跟起司片而已，這味道非常的剛好，完全不會鹹。剛那個是怎麼回事啊？那個鹹到我剛剛背後啊，怎麼感覺好像突然少一些重量的感覺啊？我們再吃章魚燒，它這個章魚燒吃起來裡面是梨狀的口感呢。如果你今天是吃習慣台灣章魚小丸子的人呢，你吃到這個啊，你可能會有那麼點不習慣呢，就像我一樣。再說。我是感受到他今天這家店的調味啊，是不是都有那麼一點重啊？
除了剛剛雞肉丸之外啊，它的章魚小丸子啊也吸了滿滿的醬啊，我這味道很鹹哎。哇！下面來吃吃看紅豆麻糬。那我們這裡沾煉乳試試看嗎？它這種甜上加甜的啊，它這個更深的我心啊。那最後我們再來吃巧克力百輝。它這份組成就是吉拿棒加鮮奶油還有巧克力醬啊。我們最後甜點吃到它，這感覺十分的解膩啊。OK， 各位，我們吃完所有東西了，那等我去結賬之後在上面做結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們现在已經來到外面了。可是啊，我們現在天已經亮了，我們昨晚真的是太累了，所以我們就先回去休息一下。我們今天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們的想法啦。你各位啊，我們今天平均一個人頭的消費金額是989元。以這個價格啊，你覺得我們整體體驗下感覺是如何呢？在規則部分啊，我們也許等等來討論啊。可是，在口味的部分哦，我會覺得說今天鹽烤部分那些串燒啊，有的沒的料理啊，它整體都是好的，是可以的。可是它今天醬燒的部分呢、啊，我會覺得說它口味啊，好像都下得有那麼一點重哦。但如果我說今天我們這回來用餐的話，我 OK 嗎？當然，小蛋雞嘞哦，你先調控啦。我們今天這樣子啊，我們總共吃了喝了37樣的東西哦。我會覺得說，以這個價格回推它原本現場定價來看呢、啊，是十分的划算哦。可是如今呢、啊，我們一個人不能吃啊。我是覺得說，真的是，孩子你怎麼看呢？但我們回過頭來說，也許啊，你今天想要跟你的朋友啊一起去拼那個量的話，它的吃到飽啊，應該是很適合你的啊。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找個地方可以跟朋友坐下來吃東西、喝飲料的話，它這個地方也是另外一個不錯的選擇啦。可是近期我有在 Threads 上面看到有人在討論日本那邊鳥貴族狀況啊，雖然說他們那邊的狀況啊，感覺好像也是有那麼一點點的狀況啊。但是我蠻好奇的，你今天看完影片，你會想要來這邊用餐嗎？也歡迎留言你的想法跟各位分享啦，好不好？那各位看邊，你有什麼推薦的超好餐廳，歡迎告訴我，看就全部啦。還喜歡的話，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也會將朋友超感受這種哦。那我們下影片見啦，拜拜。